们好，我是芳玲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是演员在要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内我就帮我们选好了主人格。比如说星座决定了你的个性，你想要什么样的个性，只要在那一天出生，那一天的星座就决定了那个星座出生的生命的个性。血型，你选择了你的父母，你父母遗传给你的血型也会影响你的个性。一个人诞生在世上，其实是上面的高维生命，也就是你的高我，经过精密的计算，你才能被出生。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用之人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设定好的主题。为了要体验角色的真实性，我们必须忘记自己原来是谁，才能参与人间这个投胎的你的角色。当你无我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存在的，只是你没有我这个概念，你只是单纯的存在着。此时角色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就像演员脱离了角色，不想扮演那个角色，所以就跳出戏外。因果只存在戏里面，只对戏中的角色起作用。我们的平行我是同时和我们并存于同一个当下的，如同电视节目100个频道同时都在播放，每一个频道都是同一个完形的不同切面，彼此互相影响，互相取予，共同共用同一个资源。当你转换心情，改变想法，或是做一件你平常根本不会去做的事情，你其实就在选择转换你的实相。所有的节目只是的一部分，那些形形色色的布景是真的，角色也是活生生的。不同的频道乃是心灵的不同状态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，每个世界观以自己特定的频率存在，只可以被在同样范围之内的人对准看见。演员是活的，但却是在一个虚构的剧本里面。角色不以和演员同样的方式生活，在心灵更大的实相里，也就是高维度的实相里，那些角色有他们自己的生命，与那些演员同样真实。你不是你自己，你只是演员，是你选择了这个角色去体验它。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的角色，因为戏中有无限多个相似却不同的版本，让你去做切换。所以那些因果也不是死的，也不是固定的，因为你是灵活且不断变动的状态。当我们觉察的时候，我们的意识会分出一部分在高处关照着我们自己。这个意识比较高维，离角色比较远，因此它能客观地审查正在扮演角色的你。这个觉察就像镜子关照着一切，又像导演在荧幕外面看着荧幕里面的演员。当我们处在深度觉察的时候，我们的意识会存在于影格的最前面，和角色并不重叠。在这个当下，意识可以瞬间决定移动到想要的版本实相。比如你附近的平行你自己，经历着和你相似却略为不同的因果。如果你命中注定会出一场车祸，并且死掉，死掉这个果是根据你目前的状态，现在所在的这个实相所看到的一个果。这就表示你附近的实相平行我都会遇到这场车祸。你附近的实相基本上果都是一样的，比如车祸死亡，但是离你更远的实相，这个果就会开始有了变化。死亡也许会变成重伤或者残废，在更远的实相，死亡就变成轻伤了。因为空间是无远佛界的辽阔，那更遥不可及的实相里，甚至根本就不会有这场车祸。这些大范围的实相都是不同版本的你自己，各自有各自的因果。要跳出
因果，首先你要学会如何觉察，觉察之后你会看见，然后你才能在每一个当下决定自己想要的版本。因为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因果，因果并不固定。生命和万事万物都是处在一种变为的状态当中。佛家常说前世因，今生果，今生因，来世果。赛斯却说，宇宙所有事情都是相关的，是有个关系，却非因果关系。你不是前世的你，同样的，你也不是来世的你。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就像长在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叶子，相似，但是不一样。此时此刻，前世的你，他依然活在属于他当时的过去时空里，他还活着哦，而且是现在进行式哦，他并没有死去。而那个时空的你，只是戏里面的角色，戏里面的角色有他们自己的生命，你的意识为了体验那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感受，所以你扮演他。现在你的意识已经来到未来世，也就是现在今生这个你的角色当中，你已经不扮演他了，所以你不是他，他只是一个角色，此刻正被不同频率的平行你自己扮演着，但是你已经不是他了，你现在在这里。平行我不是真正的自己哦，它只是基因 DNA 程式设定跟你一模一样而已，但是灵魂不一样哦，相似但是不一样。往往我们怒气太深，以为角色就是我们自己，所以深陷轮回，忘记回家，甚至仇恨记得太牢，根本不想回家。赛斯说，如果事件是命中注定的，并且无法改变，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这件事情了。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的因果，只要你改变你的信念、目的。阿德勒目的论啊，我们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信念而活的。我们的信念会左右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会变动我们的人生剧本。你的个性、生活模式、思维方式、目的、信念，这些都只存在于角色本身，而你不是你的角色，你也不是你的个性、思维、生活模式，你只是正在扮演它。你一出生就在扮演它了，直到你死之后，这个角色就会存回你的阿卡西记录，埋进你的潜意识内，退到汽车后座，不主宰你死后的人格。你死后另有一个新人格。赛斯在《未知的实相2》这本书里有说过，自我意识在死亡之后，自己的其他层次将占据主宰地位，人格会重新排列其心理主见。你的自我并不会消失，它只是坐在后座，像潜意识一样，而不是主人格了。主人格是你人类的主人格，你死后有新的人格，你现在存在的这个主人格，只是为了演好这出戏所配备的角色人格。每一世的人格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格都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只是自己要去体会的角色，而演员有他们自己真正的个性。所以你要忘记你自己的个性，你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喝孟婆汤，忘记原来我们的自己，你才能够扮演好新的角色。等到你演完这个角色，你就会把那个角色脱掉，然后回归你本来的演员的个性，也就是回归你原来的个性。所以你的生生世世都只是演员所扮演的角色，而那些角色不是真正的你自己。想象一串不同颜色的圣诞树，全都在一棵树上发光。当一串灯上的一个灯泡灭了，灭掉的灯泡它自动的出现在另一串
上面成为另一串的一个灯泡，所有灯串上面的灯全都同时亮着，而你是很小很小的意识波，缓慢的在树上移动，因而你在一个时候只能看见一个灯，因为灯很巨大，而你太渺小。在你看来，你的一生好像是一个灯，存在于另一个前面，每个灯都是如此灿烂耀眼，以至于遮掉了前面的灯跟后面的灯。你对你以为看到的灯也许有个朦胧的记忆，所以你想，我看见的灯泡是我的人生，但我确定很久以前有个不同的人生，而也许另一个人生还在我前面，因为你的意识还没走到那个灯泡，也就是那个影格。整串灯是同时存在的，当一个灯灭了之后，它会出现在树上别处的另一串里。但是如果你更小、更小、更小，那么灯泡就更巨大了。它甚至没发出光，而是一系列的波。你把你的人生与任何既定的波认同，在一个波与下一个波之间，你可以感知到很大的距离。这个距离就是你一生的岁数、寿命。树上的灯泡，每一颗灯泡都有自己独特的波频。把那棵树装饰起来的人，因为你是灯泡嘛，而且是灯泡里面的意识，把那棵树装饰起来的人，他就是巨人了。所以它是不同维度的巨大存有，惊艳了一个圣诞夜。同时，其他的意识、其他维度的意识，对准了其他的系列，惊艳到无尽的世代。他们的感知就与竖起那棵树的赏灯巨人的感知同样的真实。我们其实是和所有不同维度、不同层次的生命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，共享同一个空间，只是维度层次不一样。是不止一个你自己，每一个维度都会有一个你，然后比你高的你自己都可以叫做你的高我。所以在不同的维度、不同的层次都有一个你自己，然后它长得像你，但是和你略微不一样。圆无是说界与界之间，也就是我们佛家说的三界、五界、七大界之间，其实是不同的频率，却是重叠在一起的同一个空间。我们只是真正的你自己的一个三维物质世界的版本。我们一次只能聚焦一个实相，所以一次只能看见一颗灯泡。只有高我、大我，因为他们站在高维，所以他们可以同时看见一棵树上面的所有灯泡。那些灯泡就是你的生生世世，包括来世。还有更多一模一样的圣诞树和灯泡，也就是平行我。你人生的剧本不是铁板定定的，虽然很大的概率就是那样了，但是每一秒钟里面，所有的可能性都川流过它，所有的版本都川流在同一秒钟。1000年前的你和1000年后的你，此时此刻就和你重叠在一起。他们在他们的时空，而你在这里。如果加上平行我的概念，那些前世和来世又会重新洗牌，以匹配于你当下的最新状态。当你改变了一点点，你其实是改变全部，因为你的前世和来世，他们也有平行我。你改变了你自己这今生的平行我，你来世和前世的平行我也会跟着变动，所以改变一点点就是改变全部。只是他们都很相似，所以你没有察觉。但是时间的推移，时间拉开之后，距离越来越大，你才会发现，在改变，其实你当下就已经改变，你当下就马上跳跃到不同的维度了。但是三维物质世界它会有时间差，等到你发现它们的巨大差异的是在未来之后了。所以我说，
因果不是同一个因果，你也不是同一个你。因果只存在角色当中，不存在演员本身。当你处在深度觉察的状态下，演员和角色会从重叠画面中分开一点点，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看见，原来演员是演员，角色是角色。演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必须忘记他自己，才能演好角色。所以他在演角色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是重叠在一起的。但是当你在觉察、深度觉察状态、无我的状态的时候，角色和演员会自动分开一点点。在这个关键点，你才会发现幻象当中的真相。真相其实就处于幻象当中，我们在幻象里面其实是可以开悟、跳脱幻象的，因为真相存在于幻象当中。创造者他其实也在被创造者的里面。因果不存在真相中，而我们在因果存在的幻象之中。不同的实相有不同的因果，人是活的，因果也不是固定的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芳玲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并开启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支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